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好久不见了。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近几个月的新爱好，因为大家可能知道我之前有分享过自己在家做衣服啊什么的。那么回国之后，我们家有一个老式的缝纫机，但是我小的时候我妈教我用过，后来我就是因为我妈也有病嘛，然后在家里面真的也不方便，而且不方便直播，因为我妈妈现在她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然后这样走来走去，有的没的跟你讲话，那么我这个博主的事业也就是暂停了，甚至我都一度想放弃，但是我真的属于这种分享欲特别强的人。回国期间因为没有缝纫机，有的时候想去感受一下或者创造一下自己的这种价值感呢，还是想去创造一些东西。我就是去做了这个钩针。今天穿的这件衣服呢，就是我在小红书上找的图解，然后自己勾出来的。但是我加减减之后，我就把它做了一个超大，特别大。本身我是想稍微宽松一点，但没有想到我做的好大，这么宽这么大。这么宽大，好了，自己穿也不嫌弃了哈。平时出去如果去海边啊，方便里面穿个比基尼可以直接脱。然后你如果上来之后稍微有点湿的，它因为它是纯棉的嘛，然后你穿上去之后还可以帮挡点风啊，然后吸点水啊什么的。那么在这期间呢，我主要的小作品呢都是小包包，因为包这个东西又小，然后它确实实用价值也很高。在临回国之前，我把我织的一些比较新的没有用过的包包都送给我国内的姐妹们了。那么今天呢，就想分享一下我带回来的几款钩针钩的小包包，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款应该是我第一个钩的包，这个其实是在温哥华期间买的，因为你看这个线就知道，温哥华这边这个线材的这个选择并不是很多，所以它这种就是比较简单的这种纯棉线。你别看这个好像不起眼，但是我的使用率是最高的一款包，特别的耐操耐磨，而且搭什么衣服夏天也非常的好看，不是那种比较跳的颜色，所以还是比较适合我这个年龄阶段的。那这个包也是属于在温哥华当时买的线材，就是没有那么的新潮哈，但是它比较适合，比如说你穿个运动装啊，或者出门啊，带孩子啊什么的。我把这个推远一点给大家看一下，看到吗？是这样一个小包包，对，就是这样子，还可以。看不到吗？还看不到，稍微远一点，就这样子的，这样的一个小包 ，OK。然后接下来呢，就是一些小手提包了。因为对于我来讲呢，我平时因为经常开车嘛，开车比较习惯，所以就不太去装太多的东西在包里面，也不需要什么大包，很多东西都放在车上就可以了。那么带孩子主要拿一个手机、钥匙、钱包就行了，所以我勾了很多这种。就是这种一模一样 size 的这种小包，你不要看它好像小小的平平无奇，就是这样子的小包。那么有的时候它可以搭配一个简单的裙子啊，或者是居家服啊，这就可以出门了，出门买个菜啊什么的。我如果用这一类包嘛，它是因为它是勾的是这种镂空的嘛，主要是夏天用比较好看这种镂空的。那我下面会垫一个稍微可以把这个底撑起来的一个纸板，或者是个泡沫板。当时用的是在国内买什么东西，那个纸板里边那种包包的那种小泡沫板放在下面，然后你再往里面丢什么东西的时候，这个包还是有一定的这种支撑力度，而且这个是金色的，真的很闪很好看。你就穿一个小小的吊带，拿一个带孩子出门还是挺好看的哈。然后这个款式有好多种，还有这个我儿子说这个叫做叫什么 Superman 配色，这样子也很好看。还有红色、大红色，你看这国内买的这种线材都是闪闪的，就选择比较多嘛，也是这样子。你就必须把这个底儿，不要让它掉下来，底儿撑起来。还有一个 pink 的，就反正搭配衣服，夏天比较 pop color 也很好看，很好用。还有一个接下来用的比较多的是这个网兜，因为我有一些裙子嘛。走之前做了好多裙子哈，有的还没来得及跟大家分享。那比较素，背一个这样子的红色的简单的包包，夏天穿着长裙背个这样子的网包，还是蛮好看的哈。有好几款新的我都送人了，这个比较简单，比较稍微大一点的，还可以哈。接下来是最后开发的一款包，这一款包呢是我想就是做一个稍微女人稍微用点心的这样子的一个自创。那么自创呢，我就这款是银色的，看到吗？然后这个包链呢是在网上买的，直接穿上去就行了。我还给它做了磁吸扣，这样子，往后退一点，这样的包。夏天配衣服都很好看。我觉得这种有孔洞的这种包包就只适合夏天戴，秋冬就适合那种比较绒的那种感觉的包包。
还有一个是这个，跟它的样式一样，但是它俩是一家线材买的，但是那个银色的就稍微硬一点，这个就稍微软一点。这个是一个像是火龙果色，这样子，好看吗？这个链是我自己穿的啊，自己用这个同样的线穿的这个链，所以比较搭。大家如果要是有这个小兴趣，尤其是在国外的姐妹们，真的可以从国内去买一点这个线材，真的这些线材好像很便宜，一坨一卷也就几块钱，非常非常的便宜。这个线呢本身是可以是做这种的，是做这个小熊的线，大家可以去看这个暴力熊的线，它是带闪的，而且很多种颜色，而且它的是有一定的硬度，除了有点难勾之外，因为它那个容易勾丝，勾出来的成品效果都是很赞的，很好看。还有几个，这个呢是我在去日本之前，我知道日本因为没有办法开车嘛，大部分要坐他们的地铁，所以你买很多东西的时候就需要一个购物袋，我就织了一个购物袋，这个也是那个小熊的线材，非常非常的闪。爆闪！我走在日本，还有人问我这个东西是在哪里买的，美中不足，就是因为它是有弹性的，而且它这个洞都很大，装东西的时候它会往下坠。我这个绳有点搞得有点太长了，之后我可能把它稍微缩短一点，因为绳儿它一坠的话就特别长，如果不放东西是刚好。哦对呀，如果不放东西的话，这个长度是刚好，那么放完东西它就会很沉，然后往下坠，所以有点太长了，可以缩短一下。这个其实是2个包合成的一个包啊，2个包，把它稍微搞平一点。这个也是金色的，跟刚才那个金色特别闪的那个小包包是一个线材剩下的。然后这个红色的之前也做，它可以这样子，把它2个一起套在一起，往下来一点，套在一起，然后这上面是2个小球球，爆闪。是不是还蛮可爱的 ？OK， 然后接下来我又做了那个拉菲草。我不是特别喜欢去海边玩吗？就湖边、海边、溪边这种水边玩，然后这种棉的嘛，它就一湿就不好干嘛。想到了做了2个拉菲草，这是其中一个。我这2天出门去海边用的都是它，非常的轻便，超级的轻便。大家看看。这一身还是蛮搭的，蓝色的，然后这个是有点像皮粉色的小包，放一点个墨镜啊什么的，草帽、墨镜，这样子，好看吗？然后还有一个是小小的，我特别喜欢那种小号包，小小的，然后做了一个这样子的吊坠，这个稍微长一点。不是腋下的，比腋下稍微长一点，比较好拿东西，我是觉得。好看吗？是不是蛮可爱的？非常的轻便，夏天用的啊，这些包包我觉得夏天用真的是特别好看。然后呢，又不满足只做包包，后来呢，因为我要旅游，我就是去勾了几顶帽子，然后还有一个是这个颜色的草帽，我送给我婆婆了，还有一个粉色的帽子。这个帽子本身是想送给我妹妹的，我妹妹特别喜欢粉色的，但是我勾出来之后，因为我妹妹的脸比我的脸要小，就她整个头也比我头小，脸也比我脸小，然后她戴上去真的就像一个盆子一样，我戴上去也很大，但是我将就还能用，还可以吧？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小红书上很多博主分享的这个帽子，我都是按照他们的这个针数去织，但是我织出来就特别的大。还有一顶黑色的帽子，黑色带粉底的那个logo 的帽子，然后我儿子今年开学第1天，然后他就戴那个帽子，然后穿的打扮一下就比较潮的样子，上学去了，拿着学校去了。回来之后，温哥华的气温不是就很低嘛，比国内要凉快太多了。我刚回来的时候还有点冷，你看我今天穿的这种算是带毛线的这种东西，还是可以。在中国我真恨不得脱光哈，都穿吊带，又织了2顶毛线的帽子。今年很喜欢这种蓝色的帽子。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加一点什么装饰会更好看。本身是给我儿子勾的，但是我勾出来都是有点大，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子还可以吧？还有一个是比较厚实的，我戴上去有点幼稚。这样子，帽子稍微大一点哈，就是就深一点，就宽一点，这个地方宽一点，就会显得脸巨小。
还行。好，以上呢就是我这几个月没有去突踩缝纫机，然后给自己创造的一些小物件啊，找点这种成就感的这种小物件。就是你做一个东西，你从脑子里面设想到过程，要收获一个完整的作品，这期间的乐趣只有喜欢手工的人才能体验得到。真的是一个巨大的乐趣。这也为什么现在好像很多人都很迷恋去做这个钩针啊、毛线这些东西。如果大家对其中的这些小物件感兴趣的话，有需要图解的话，我可以帮大家画一画哈，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告诉我需要哪一个，我可以画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那希望大家喜欢我的视频，那我们下视频再见喽，拜拜。